国共论坛，他们今天呢，国民党公布他的成果了，有萧旭岑、李鸿源，说他们是为做实事，为台湾产业找出路了啊。特别对于这个防灾、观光旅游、医疗产业、减碳、AI、人工智能等领域，希望能够替台商找到出路啊。那萧旭岑也说说主流民意希望两岸要和平交流，的确没有人想打仗嘛，都希望能够和平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民进党一直在戴帽子嘛，说这个之所以军购被这个阻挡，是因为要替政协会来铺路。萧旭岑说这是国安人士放话，不要说是北京的权威消息。我们说北京这样说，北京从来没有这样说，是我们自己用国安人士的嘴讲出来，说北京这样讲戴帽子了哈，我也不相信以前也不是没有过会啊，马习会也会过啊，对，洪秀柱也会过啊，有什么前提？没有啊，怎么这次变成郑丽文就有前提了？这是我不相信的啊。萧旭岑说和平网的概念不是协议，就这次呢，因为和平框架嘛。是一个和平的概念，不是协议啊。实际上，国民党也没有资格去签协议啊。那政府跟政府签，他们要去签什么？但是民间就不能够谈吗？智库不能谈吗？当然是可以嘛。那另外呢，国共智库论坛有助改善两岸关系，所以联合报是说，政府应该有成人之美的胸襟来，就是你自己不做，你可能有你的意识形态，你有的立场，对不对？但是你别人做，你应该高兴啊，乐观其成啊，怎么在那边穿小鞋，偏偏骂，偏偏扯后腿呢？偏偏戴帽子呢？那黄国昌说呢，这个两岸路线，民众党跟国民党 DNA 是不同的，说民众党呢也不反对交流，但是要知道对方要什么，我们能够守住什么，不可能让对方予取予求，对方什么要讲清楚啊，另外呢，郑丽君，今天晚上要到华盛顿去了，说呢，2月12号，今天10号，台美到底签些什么东西？现在知道了说，25%变成15%，不叠加。然后呢，232的这个半导体，根据这个的关税呢，我们是最惠国，不会比别人多，不是没有哦，只是别人多少我们也是多少，也不会比别人少，也不会比别人多，然后我们到美国投资2500亿美元的这个基本上是半导体这些东西了，另外2500亿政府有这个给银行信用担保，还再去投资2500亿，那但是进口到底哪些是开放的？牛啊、猪啊，到底怎样？基因改造食品怎样？汽车怎样都不知道，所以呢。最快2月12号会明朗啊。那另外呢，说这个国民党就说这叫黑箱谈判，怎么都不知道你们谈些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韩国谈什么，日本谈什么，这个欧盟谈什么都知道，怎么就不知道台湾谈什么呢？所以呢，经济部今天下午1点半把车厂找去开闭门会议，我们一直在关切啊，但是他闭门，他现在闭门哈。那我也讲了，我说 TVS 记者应该随时告诉我们到底情况怎么样到底跟车商讲些什么。王宏威说，他的了解呢，政府承诺开放牛绞肉跟内脏，这以前不开放的那么另外呢，这个行政院说，哎呀，现在不谈了，签署后跟你报告了那另外呢，行政院说，食品讨论是用国际标准，要确保国民健康。以前我们有些是高于国际标准，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嘛。比如说国际没那么爱吃猪啊，我们很爱吃猪啊，我们能够缺少猪吗？缺少不了，所以你对猪的要求当然要严格一点了。所以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美国人很爱吃牛，台湾人以前没有那么爱吃牛，现在比较爱吃。以前猪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肉品的来源嘛我们看一下。还有我们内脏。这次重启国共两党的智库论坛的平台，就是希望能够缓和两岸紧张关系。召开记者会报告国共论坛成果，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重申，论坛就是两岸智库交流。瞩目的政协会是否就在3月？目前没有确切的讯息可以跟各位报告。党中央绝对没有什么为了要政协会去延后什么军购的版本。我跟美国朋友也讲得很清楚。国民党一向支持合理的军购，只是1.25兆军购案一直在立院卡关。资深媒体人陈敏峰爆料，蓝营的路线有杂音，3月就是爆发退党潮的临界点。党内立委王宏威也示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选举中压倒性获胜，显然美中角力，美国显然占上了风。蓝营今年的地方选举是不可轻忽的讯号。有新入党的近万人吧，怎么会有退党潮？那个。敏凤的消息可能有要进一步的核实。如果把日本大选的这个解读简单的解读成亲中或亲美，我想可能也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面向。基层就怕党中央的路线冲击2026大选，也显露出不少焦虑。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国共去谈论坛哦，到底要谈什么？当然大家会关心说你的论述啊，包括说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说让大家解读说你就是为了要这个正习会铺路，然后挡军购，然后在台湾制造这样子的一个纷扰的话，那我觉得对国民党绝对是不利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萧旭成的这个记者会，说实话大家也没有办法画出来这个重点连民众党都不支持了，也认为说到现在你要。或者是你要守住什么，都应该向民众交代。就同样你在讲军购，你也说，台湾买军购要买什么？同样大家也要问你啊，那你国共论坛到底要谈什么？相较之下，郑丽君为台湾这个关税的谈判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尤其是大家所期待汽车进口关税零，今天就要宣布，然后当然大家也希望未来对台湾的产业是有帮助。而且相较之下，刚刚讲到黎智英的问题，请问国共论坛有谈到黎智英吗？郑丽文如果去见习近平，会帮黎智英讲话吗？当这些国际上的这些民运人士，或者是为民主付出的人，受到中共的打压，是越打压越坚强。黎智英他没有提出任何的求情信，他也没有认罪，所以他被判了20年这么重的罪。他今年已经78岁了，他为了香港的民主，他愿意回去在那里努力，在那里牺牲，然后把这一生都奉献。结果老共是这样对他，所以当大家讲什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现在看黎智英的下场，就如同赵大哥所讲的，台湾人也会看啊。你在说什么什么一中原则、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你如果想要讲一点不一样的话，想要为台湾的民主说，我们要反送中，反对你司法来深入我们台湾的法律的时候，你就被关起来了，然后就被这样子判重刑，你觉得台湾人民可以接受吗？同样在高市早苗的日本也是一样啊，他讲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老共就开始攻击，不断的这个演习，然后飞到人家日本这边，然后呢又这个禁止陆客到日本，然后这个禁止你的水产到这个进口等等，用尽各种的手段，经济的施压的、观光的。结果人家日本人也是用选票、用民主证明了，你越打压我们越坚强、越团结，越是要支持高市早苗。所以同样在台湾，大家面对这个老共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攻武吓，应该不分政党，大家要更团结、更坚强，这样子才能够显示台湾人捍卫民主、捍卫台湾的决心。我看3个议题哈，第一个刚刚前面在讲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首相带领自民党大胜，那我们连续讨论了几个礼拜。一开始就是想说，可不可能就是单独超过233有。那这个自民党原本预估的260也超过了，那想说可能260本来100多而已，最后的数字是316，所以众议院不用讲了光是自民党就316，加上这个维新会都352，所以呢，这个提出修宪的门槛在众院没有问题。那刚刚前面那段讲说，那参议院没有，可是也没有离很多，为什么？因为参议院的2/3门槛是165席。目前在算因为高市旋风过后，去年7月才刚刚这个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当时的那个席次是往下掉了10几席，只有101席。自民党加维新会加国民民主党加参政党再加日本的其他保守党加起来呢，也有162席，都会过，所以只差3席。对，所以只要其他的这些可能无党籍或怎么样过来，我现在如果不停的话，我下次会不会因为这个参议院是3年选一次，所以有可能都会过。再来就是国民之间的这个就是公民投票了。那会不会把这个和平宪法第9条自卫队明文写入？我觉得都有可能在未来这段时间发生，因为高市现在目前势不可挡了。我们都在关心北京的这个4月川习会，可是319会先有高市去美国跟川普再一波的他们两个的互动，所以日本的情势正在改变。那当然，日本的国民现在目前采取了支持高市，所以中国大陆这一阵子的施压，目前对高市来讲没有受到影响，他继续领导日本。当然，每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民调有高有低了哈。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目前2个，一个叫做台美关税，一个就是军购。军购等一下下底还有，我先不讲，我讲关税。关税，因为现在此刻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台湾的9大车厂被交易经济部开会，那为什么？其实啦，这个我并不是说很专业的判断，但我直觉看一定就是会有美国车一定会降嘛，不然你把国产车的人叫去干嘛？6大有要代理美规车的 BMW、宾士，还有和泰，还有这个另外一个 Jeep 的6个会有美规车的没有被邀。所有没有美规车的都被叫来，所以表示我们国产车会受冲击，不然我干嘛找这9大车厂？肯定是会降，但不知道降多少。再来就是我们的国人在买车的时候，如果美规车它降，因为不一定降很多
好，就是17.5%的那个美国车到台湾的关税全部没有，加上货物车都没有吗？还是其实没有降那么多？我们等那个数字出来再跟大家报告。再来就是包含这些肉品等等。行政院的意思是说，反正等到最后郑丽君2月10号签完以后的版本再跟大家讲，里面一定有些东西大家可能不满意。可是就回到刚刚这个沈大佬在广告之前讲的这句话，到底现在这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是我们希望这个15%，然后有夹带一些不满意的，那你要不要因为那些不满意，所以不要这个台美关税协议？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做选择了。好吧，到底情况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小客车跟小货车之间是分开谈的，是不同的项目，所以将来的这个出来的这个结果也不一定一样。初步我们框列了大概30亿来准备一个专项，来支持我们的这些汽车产业或者是相关零组件的一些发展。如果进口关税的零组件降了以后，是不是可以适度的反映在车价的下降上？那我想，这一次企业界的朋友再提出来，我想我们可以再做一些精细的讨论。好吧，这个看起来对它不是只有17.5%的关税，还有货物税啊，到底是降什么？那老美会压迫你到什么地步？哦，那另外呢，就是不少刚刚我想讲是欧规车在美国制造没有要去，但欧规车有它的问题啊。你比如 BMW 来讲好了 ，BMW 5在美国做，3没有在美国做。那如果5降价比3更低，那 BMW 它怎么对市场交代呢？所以它有很多的问题，错综复杂了。但是大家港口已经堆了几万辆汽车了，从2024年底进来的，2024下单，2025年出境的车都在港口，大家在等啊。大家以为说今年年初会比较好 ，no， 今年第1月比去年12月那个卖车卖的还少。大家都在等，看它能降税能降多少？哎，不要小看了，如果17.5%是0的话，一个车差10几、20-30万的价钱呢，怎么差不多呢？休息一下再回来。但是那个。好，那么有卖武器给台湾的美国国防的承包商，在新加坡的武器展呢，用卷尺来量老共的歼35A 尺寸到底怎样，被人家笑说不专业啊，说就像行为艺术一样啊，缺乏敬业精神，怎么拿个卷尺在量呢啊？那另外呢，也拿卷尺量歼35啊，刚刚讲歼35的模型呢，说质疑说老中这个尺寸不行，没有战力哈，所以中国的官方媒体就很气啊。这是美国国防承包商这个 Anduril 啊，叫做拉奇啊 ，Lucky 啊，在新加坡航空展现场呢量这个用卷尺量歼35，而且公开质疑它的动力。所以呢，这个因为拉奇的公司，因为他对台在军售，目前遭中国列明制裁啊。他不是做这个飞机的，他是做别的武器的，但是算是我们的这个供应商啊。那另外呢，这个 Financial Times 说，就是英国的这个怎么叫 Financial 啊？这个金融时报了哈，说老共的歼16咬我们的 F16，在去年12月。说用热射焰弹射这个热焰弹咬住 F16，而且呢，发觉我们在看它的时候，他把肚子翻过来给我们的飞机看，它也载有飞弹。所以《金融时报》说，围台军演像黑道耍枪，给你看我腰上有枪，我下面有飞弹啊。那因为呢，说这个一架歼16战机躲在一架轰6K。轰炸机的正下方飞行，上面是轰炸机，下面是它的歼16，然后呢，这个反正然后发射一个热焰弹，然后呢咬我们的 F16，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站在中共歼35A 模型前，拿着卷尺测量，这位是美国国防承包商安杜里尔工业，也就是售台 Altius 攻击无人机那家公司的创办人拉奇，日前在新加坡航展上拍出这张照片，更发文说不相信他能达到真品的标准。There's a lot of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getting a lot more for their dollar. You look at China. China is getting a lot more aircraft, a lot more missiles, certainly a lot more ground forces for every dollar they spend. And so you can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China is spending less than the United
United States, but the output is double or triple or quadruple. 确实，拉奇接受 CNBC 访问时，很关心美国的国防预算数字已经过度政治化，喊出确保成本效益才应该是目标。不过，拉奇的动作引发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爆气反击，头皮是毫无技术根据的行为艺术，在引发讨论。歼35A 与美军 F-35的设计高度相似。而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揭露，去年底中共对台执行所谓的正义使命军演时，有3度对我空军战机挑衅，包括在我 F-16升空拦截越线攻击时，一架歼16向我发射热液弹，另外还有一架歼16战机非常贴近的飞行在我 F-16后方，基本上处于攻击位置，也有歼16直接在一架轰6K 下方腹背式飞行，意图规避我国雷达，外媒形容宛如黑道手段。中共持续扩大军事实力，对我国威胁只增不减。凤琴，我先说一下这个Endury 这个公司啊，当然他说我们现在呢有卖台湾军售，可是我觉得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去年呢一整年，其实美国的媒体是在质疑他公司所提供的无人机跟无人艇，它其实是做自主系统的，就类似那个自驾系统。那它不管是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艇，其实都发生了故障事件，而且呢都是规模比例还不小的这个故障事件。他是一个网红的一个创办人，那他讲的话我们稍微听一听就好，可是我反而是担心说他来台湾的这一些武器系统，我们可能要小心注意。他在美国其实发生了不止一次的这些事件。其实刚刚大家把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弄在一起讲啊，也是去谈了这个黎智英，也是去谈了这个日本的情况，然后去谈了两岸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们现在夹在中美之间两强中间，其实对台湾来说，本来就每一步就是应该要步步为营。我觉得本来就是两边我们都必须要去保持着良好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像立陶宛的总理说，你冲到火车面前，然后被撞了，然后再告诉大家说我们输了，因为你发现你旁边的强权通通都放弃你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实要去体会的一个，它并不是一个短时间就能够判定输赢的事情，它其实是长时间拉长了之后。泽伦斯基在2022年的时候，全世界都是英雄，可是今天还有谁欢迎他？立陶宛在当初跟台湾这个Taiwanese这个台湾人的代表处设立的时候，多么的风光，但是他现在告诉大家说，他们被车撞了。黎智英不是像高嘉瑜随口讲来就说啊，只是支持言论自由，没有那么单纯。街头上的暴乱这些事情，其实才是整个审判案件的一个重心点。可是我们都是去把它给单纯化了之后，接着就叫大家2选1。请问一下，台湾有资格2选1吗？那对美之间的这一个贸易谈判呢，坦白说，现在讲说8000多项的商品，有6000多项都要降关税。你要注意，我们的海关税则一共才8000多项，现在是6000多项，可能都要降关税，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降关税。有多少产业受到影响？坦白说是没有太多的讨论，而且这里面多少农产品受到影响？汽车是大家所关注的，因为美国一直要求汽车，那很多的消费者也等着汽车来降价之后要买汽车。我觉得这个部分还一半一半，因为它有消费者的部分，可是其他的产业的部分呢？农产品的部分呢？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是食品安全的部分呢。我这边说一点，因为美国商会不断的要求台湾，就是我们提供给学子孩童的营养午餐，不可以拒绝基改作物。他说我们不可以拒绝，我觉得这是要坚守的底线。我们今天的问题出在于，就是我同意我们其实要好好的谈判，我也同意呢增到15%是对的，就我讲的说这对传统产业是好的。可是我想要问的是说，我们的底线有没有在哪一条线上面我守得很紧？比如说食品安全的部分，如果我们守得非常紧，那你要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放的底线。其他的部分我们可以去补贴产业它的损失，但是食品安全，尤其是孩童的食品安全，放了就没了。那我看，所以其实在军购部分哦，这段期间其实我是很关注顾立雄部长去立法院那个机密会议，我很支持我们要严审啊。所以如果是觉得不需要的，或是美国硬推给我们的，我们基本上都不要。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先前所传出来是3500亿嘛，
那国防部讲说自己本身有国产的是3000亿，那因为民众党去了美国回来有讲说只有3500亿啊。好，那这2天因为这个目前我们国防部也还没对外讲，这个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他就告诉大家说，还有另外一笔6000多亿台币，200亿美金的爱国者飞弹等等。那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国防部所讲的？好，就另外4项美国还没有对外公布的，观众朋友你把它凑起来先前3500亿已经知道的。那有3000亿是台湾的国产，这个不是国防部讲的，是我自己把它算起来，再加这6000亿，那就是1.25兆。那我也支持说，我们国防应该跟大家讲清楚，我们要买爱国者，要买海马士，全部加起来9000多亿，然后再有3000亿是我们国产的无人机，这样凑起来是1.5亿。很清楚的讲完以后，然后立法院他将它附委排到了这一个就是国防外交委员会当中，再好好的去审哪一条。如果觉得不必要的，或者是套数多，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光是爱国者飞弹，我们现在目前台湾有9套。另外再买3套，我也访问过军中的这些退将，他觉得说不需要那么多啊，为什么到12套呢？9套加3套，这个可以讨论。可是你要进到委员会里面去讨论，那当然啦，我觉得现在立法院攻防很激烈啦，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我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复委之后再来更动或者是删减。比如说，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先前的国土韧性条例就是要这个发1万块钱的那个条例，行政院编进来以后，里面有一个1000亿是要补给台电的。后来立法院不同意，那1000亿也是可以把它砍掉，就是最后通过的版本不会是行政院送来的版本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既然国人对于防卫的这个部分是有需求，1.25兆不清楚，可以要国防部讲清楚，又或者是觉得不需要，可以把它删掉，一直把它挡在程序委员会，会连接到之前的那个就是这个3项特别预算，那个是在阿扁时期的那个就是69次的党军购，我觉得这个对在野党的形象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基本上是它也要分成2部分那我也觉得国民党讲话都讲不清楚了第一部分是总预算部分，那是国防预算在里面嘛。第二部分是韧性的，这1.25兆。总预算部分，那在野党不复委的原因是说，你没有编那个军人的那个每个月增加1万5 3万，但是说原来已经有1万5了，所以说是1万5，所以1年多300亿了1年多，因为20万军人嘛，假如一个月1万5，一个月就是30亿嘛，1年就300多亿，300多亿那也算是国防预算，你怎么不算呢？对不对？那立法院既然3读已经通过了法，你行政院应该编的嘛。行政院说这个违宪，它违什么宪呢？宪法只有说行政院送来的预算，立委不得为增加预算的决议，就是说行政院编来说1亿，我说1亿不够2亿，这不可以。那立法院今天如果跟你讲说我要建一条这个高速公路可不可以？我要建一个快速铁路可不可以？那也都是要花钱的那也不行，那也是增加预算了。那为什么增加国军的预算，这个待遇就不行呢？那而且也是表示你民进党的诚意嘛。你现在职业军人要操作这些现代武器，你不需要优秀的军人吗？所以在野党就说你不编，你只要编，我立刻就审。那他就是不编，这是一个。另外就是1.25兆的这个特别预算，因为是一个空白支票，因为它没有内容，你怎么是交付审查？我审查的东西，我不能审查一个空白。你问美国国会，他会审查一个8年的空白支票吗？问哪一个参议员、众议员跟我讲他会审，我才不相信呢。那现在好，现在已经知道美国12月公布了3000多亿，然后呢，逼着我们国防部说我们还有国内3000多亿，然后呢，美国这个 Financial Times 又说呢，美国可能会再通过6000亿，那加起来1兆2啦，也不是1兆2500，没有那么，就是大概1兆2左右，6加3加3嘛，1兆2。那就项目讲出来，就项目有什么不能讲的？我看那项目也不是什么多机密的什么海马式飞弹爱国者飞弹地对空飞弹，这有什么机密呢？对不对？那到底是因为被在野党逼了才勉强去凑这些内容，还是本来就有内容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要审查，你如果我做一个立委，你要我审查，你最好告诉我审查什么嘛？你不个空白的嘛？但是我觉得在野党要把这个讲清楚嘛。如果是真的，现在已经知道黄国昌那边已经通过，已经3500亿，这提一个4000亿嘛，4000亿就包括3000多亿美国的这个资料嘛，12月公布的海马式飞弹等等。那如果说这6000亿也的确有4套武器系统防御性的，保卫台湾、防御台湾，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支持，立法院应该支持。你把项目公布以后，美国的确确定了，立法院就审查就是什么？我也觉得蓝营应该表明这个态度。我之前为什么不审查？那如果是在什么情况，我就要审查，不是说要拖延国防预算。他拖延什么国防预算？他拖延国防预算干什么呢？休息一下再回来。